嗨，大家好呀，这里是辛巴的漫舞时光。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可以对比左上角的参考照片看一下，一看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冬天，对吧？如果是南方的话，即便是冬天，树上也不会没有树叶的，而且就算是春天刚开春，也是一地的黄色落叶，很好看。不过在北方，像这种冬天没有树叶的树，高高的伸向天空，也别有一番风味呢。好，今天的话题呢是临摹。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在群里的小伙伴给了我启发。包括我自己在学画画的过程中呢，其实临摹是一直相伴左右的。临摹呢其实有很多种，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临摹是一个最直接的学习方式，而且在我们几乎所有的美术教育当中呢，临摹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但是临摹只是学习方式的其中之一，并不是唯一。而且临摹，我个人认为它并不站在首位。虽然就是绝大多数初学者会把临摹放在学习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方式上，但是呢，就是作为过来人总结的话，我认为临摹其实，它属于那种又重要又不是最重要的那种，就处于这种地位。首先说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学习技法呀什么的，就是学习绘画的话，就是肯定要学习技法嘛。首先你要对你自己的各种画材去熟悉它。那怎么熟悉呢？那就是靠实践呀。那么刚开始画画的时候呢，除非就是说我们从小涂鸦习惯了，已经有了这个熟悉过程了。如果没有的话，尤其是成年人学绘画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从临摹开始，从临摹开始入手，开始熟悉笔啊、颜料啊、纸啊什么的。这里有一点要强调的就是，儿童的美术教育、绘画教育和成年人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呢，今天聊的就是成年人的学习绘画的方式。至于儿童呢，我们以后有时间有机会再聊。好，那么临摹呢，它就是直接帮助我们去学习技法，但是呢，尤其是对于初学者，他很容易产生盲目的这种临摹。什么是盲目的临摹呢？就是没有作用的临摹。因为在临摹当中呢，首先临摹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尤其是初学者。但是第二点，当你学会自己创作作品的时候，临摹对你来说就已经完全没有快乐可言了。那么所以就是临摹其实只是带领我们一个入门的一个领导者，但是呢它同时呢会让我们学习技法，但是呢它不是让我们永久走下去的一个方式。要想永久走下去，并且获得更大的快乐和更大的就是在绘画当中获得更大的快乐呀、幸福感呀、成就感呀，这些你还是要去就是摆脱临摹，然后走向自己原创作品。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在临摹当中要有效的去学习。当然我们就是刚才我也说了，临摹呢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给你的快乐，这一点呢其实在初学者，就是零基础的初学者，这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他们会误认为这就是全部了。其实不是，就是说你不仅仅要在临摹当中获得快乐，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还要获得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的掌握，以及你感受的一些拓宽。这样的话也是给你自己今后自己的创作去铺路。当你就是临摹到一定程度呢，去尝试快乐，去尝试创作，这时候呢你的就是绘画之路呢就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呢，就是临摹很重要，但是临摹并不是唯一，而且要在临摹当中学会如何去学习东西。就是你不但要学会那些东西，还要学会如何去学习。好，在我的
下面是广告时间，在我所有的课程当中呢，我都会引导同学去适当的学习，并且会全程我的教育理念就是引导学员去自己创作作品。所有的东西，我所有的教学全部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引导学员去进行创作，只有进行了创作，你的绘画之路才能永久的走下去，并且你会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临摹虽然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比如说今天这幅画，你临摹下来以后，我相信在绘画的过程中你会很快乐，但是呢，就是我也相信你在绘画过程中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呢，在你进行，如果你就是学会了自己创作作品的时候，这时候你体会到的东西就不是一种就是浮于表面的快乐和得到，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散发，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就比如说我现在画这个画，虽然我有参考照片，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去写生，或者是我在现场写生的一幅画，这时候我体验到的快乐就是可能跟你们就是绘画的快乐是一样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们所不具备的，就是我能够就是由内向外的去表达自我，这是在临摹当中是没有的一种快乐，而就是每个人在成长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其实他的表达欲望会更强烈，他需要去表达。当然就是表达过后是否引起共鸣，或者是否引起大家的认可，这又是另外一方面。但首先呢，就是他会有一个需要表达的这个欲求。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我今天就是想说，临摹很重要，然后呢，要学会在临摹中学习东西，然后呢，就是如何学呢？就是如果自学能力强的话，就是你可以进行自己体验，自学能力不强的话，就可以找像我这么优秀的老师带着你一起学习。好，今天的广告就做完了，下面大家看我的演示吧。好，我们先画线稿。这个线稿呢，有不少同学给我留言说线稿画的时候比较困难。这个在画的时候呢，如果就是不能直接用钢笔起形的话，可以先用铅笔或者是彩铅打一个草稿。打草稿的话就可以比较随意了嘛。然后草稿打得准一点，再用钢笔就顺畅很多。用钢笔的时候呢，画完以后呢，比如说你用铅笔打的线稿，那么铅笔印呢就可以擦掉。如果是用彩铅打的线稿的话，你画水彩的时候，彩铅的印子也就会没有了，所以都是很方便的。我在画这个的时候跟之前一样，就是底下还垫起来了一点，让这个画板呢倾斜了一下，这样我自己看着就是比较方便。那么在镜头当中呢，同学们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角度有一点斜。最后就是整幅画的效果呢，大家可以看我提供的那个参考照片和原图就可以了。因为我这样垫起来画呢，我在视觉效果上看着比较舒服。前面一个视频我还在说所有的树都在左边，然后今天这棵树就还是在左边。这棵树呢是没有树叶的，所以在整体塑造上呢就简单多了。如果要有树叶的话，可能就是在色彩上面就还会增加一些难度。然后在铺色上呢，铺色上也有同学给我反映，有一点难。其实在画的时候呢，可以先看一下我就是铺色的过程，因为我们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也会教给大家，就是分层渲染、分层晕染，以及去分层的观察和分析你所要描绘的对象。这些呢，就是在教学当中也会教给大家的。只是我们的小视频呢，时间有点短，有的时候可能说的比较笼统，对于初学者来说呢，在学习的时候可能还是有困难。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在里面提问都是可以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这个原照片。原照片这个房子呢，在右边呢被切掉了一部分，所以我就直接就取了2个窗子，一个门这一部分。我觉得这样呢就比较完整，而且呢，因为我的纸是16开的嘛，也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在构图上呢也是想了很久。就是自己创作的话，跟临摹就不一样，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临摹的这个话题。临摹的时候呢，尤其是初学者，他绝对不会去想的，要去想构图呀什么的，这些是不会想的。但是这些其实是在自我创作中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的课程里呢，也是每节课的那个主线内容，就是如何去分析、去观察，然后是去构图、去创作。如果自己创作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倒是动手画呢是之后的事了，而且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技法呢就那些。技法学的差不多以后呢，还是在于自己创作的这个思路、创作思想，以及你对这个画面的感知力，还有你自己内心的一种表达。重要的是这一点了。旁边放的是豆浆，鹰嘴豆豆浆，加了一些红枣。整个的质感呢，就是比较绵密。我怎么去做豆浆机的广告了吗？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下次再见。